意就在等这句话。国会改革法案当中，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你认为说用公开直播可以取代议事录了哈？自治第499条，修改宪法国民主权权应该公开透明之以满足条件的正当性。大法官，民国89年有办法直播吗？现在随时都在直播，还不够透明吗？东厂委员，我不想凭什么担任大法官？司法院组织法第4条，大法官应具有下列资格：任法官15年以上，成绩卓著者。他从来没有担任过法官，他也没当过检察官，曾实际执行律师业务25年以上而声誉卓著者。他有声誉卓著吗？第6条，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你说大法官很神吗？别扯淡。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黄委员，我打断一下，为了避免最后你没有回答到的问题哈，所以我再提醒你一次。我听了半天，你好像还没回答到这个问题。国会改革法案当中，在责任政治的原理当中，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对，你的意思我听懂了。我想要直接先问你下一个问题。眼神非常锐利，今天青鸟仔把尤伯祥给吹爆了，哇，帅呀！因为你还没有回答到我。其实我刚刚已经回答了尤大法官的问题啊，虽然可能你觉得不满意，但我的确回答你的问题。否则的话，军庭、军院怎么会受理这一个申请？所以你们现在认为可以受理了？没，哎，你看这一副胜利的笑容，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事实上，今天的宪法法庭在召开之前的第一步，应该是你宪法法庭要先讨论你要不要受理这个释宪案吧。可是这一次的宪法法庭是完全没有讨论到要不要受理，反正有人申请我就受理了。更屌的事情是，宪法法庭不仅收了，还随手啪打了一巴掌下来，说：“哎呀，我先暂时处分，就是暂停执行嘛，连演都不演哦。”更何况在当中，比如说给立法院是通知单，不是通知函。还有包括这一次申请方跟关系方这两方逻辑上在司法上应该是要对等的，可是他们竟然直接说你立法院就是3个律师，即便是这么夸张的事情，大法官依然是完全不演的。这尤伯强你看哦，真的是牙尖嘴利啊，认为可以受理了。嘿嘿，所以你同意我们受理咯？不是啊，你都在判了，你还没受不受理的问题啊，那边啰里吧嗦一大堆啊。等下，我觉得问题的层次，没有看过一个大法官搞偷袭的，你知道吗？真的没什么水准啊！今天非常扯的是，大法官变成释宪方打手，尤其尤伯祥，非常夸张啊！简单来讲是这样啊，他们试图要求立法院要去适用4支之499条，就是说要把立法院给架空，这边是违反了国会的自治能力。黄委员，我打断一下，时间先暂停哦。为了避免最后你没有回答到的问题所以我再提醒你一次。我的问题是说，499号解释责任政治原则在立法院的法律案的审议过程里面要如何得到贯彻，各位选区的选民要如何能够对各位就责。那我听了半天，你好像还没回答到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只剩2分半，所以是不是就这个问题先回答我？谢谢。尤伯祥的意思是说，你们如果不用表决器记名投票的话，怎么可以对你的选区选民负责？在国会改革法案当中，在责任政治的原理当中，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问题。为什么？宪法法庭接受了柯建铭等51人释宪的申请，全中华民国、全台湾，大家都知道，民主进步党党籍的立法委员是反对这一次的国会改革法案，而所有明确支持，包括在立法院整个混乱的议事程序当中，我们还尽量维持在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透过公开透明的方式，透过直播的方式，每一个人手举得高高的，让全体的选民看到，包括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以及台湾民众党的立法委员，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回到责任政治原理的话，这样子对于一般的选民，他们在进行责任政治的规则跟判断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今天如果真的要讨论到责任政治的原理，或者是公开透明的原则，套用张文珍老师他所谓的准宪法规范，即使这样子的概念在今天还没有获得，我再打断你，是你的意思我听懂了，你认为说用公开直播可以取代议事录了特意就在等这句话，他故意给你断章取义。我没有看过一个大法跟侧翼是一模一样的公
公开直播当然不能取代议事录啊，但是黄国昌讲很清楚嘛，你现场限定，你用暴力干扰议事啊，我们在确保议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情况之下，虽然没办法登记名称，但是有全部相关的录影可以佐证谁投票，法律离开了现实就是鬼扯嘛，不就这个样子吗？那这一块我待会也许再请教别的问题。意思是什么？因为他已经达成目标了。要直接先问你下一个问题，因为你还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用议事录啊，你们认为说不需要无记名表决，不会违反责任政治原理？你看终于图穷匕见，议事录没有记名等于违反民主宪政原则。依照有4字第499条，修改宪法国民主权前应该公开透明之以满足条件的正当性。国民大会之议事规则有这样规定，必全国人符合期待与信赖。这什么时候定的？民国89年。大法官，民国89年有办法直播吗？所以当时当然要求尽可能公开透明，现在随时都在直播，还不够透明吗？那哪里有违反499条？刚才黄国昌被他打断，就是这句话没讲完嘛。但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这样子有没有可能剥夺掉少数立委申请释宪的权利？因为他的名字没有显明在议事录里头，那显然宪法法庭还得别室调查。那就查啊，你大法官查案子，那除了议事录之外，你都不用调其他的证据吗？倒果为因可以这样玩的吗？其实我刚已经回答了有大法官的问题啊，虽然可能你觉得不满意，我的确回答你的问题。我说了，今天我们之所以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不就是认为他们是少数反对的立法委员吗？否则的话，军庭、军院怎么会受理这一个法规范宪法审查的申请？我们指出来的是什么？在整个审议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条文是按照民主进步党党团所提出的再修正动议，从最后表决的结果来讲，那些按照民主进步党党团所提的动议，不是那这是什么法官啊？我跟你讲，他本来想要摇头，你知道吗？结果瞥了一眼，发现这在直播，不好意思，又把头收回去。只好假装停。如果这个时候真的翻白眼，哇，你这个大法官你还干得下去吧？脸皮够厚，你绝对是干得下去了啊！但是你这个大法官的官样彻底丢光光。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刘伯强的背景，他其实非常的年轻，1968年生，他凭什么担任大法官呢？你看2005年到2023年职业，另外过去所担任各种的一些职位台北律师公会理事、台北律师公会秘书长、台北律师公会理事长，而且是到2022年，他什么时候被任命为大法官的呢？他是在2023年，蔡英文最后把他给送进去的。那大家也知道台北律师公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再来呢，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常务理事、台湾法学会理事长、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兼任委员。是的，张天钦东厂风波，2018年录音发布，张天钦在内部会议提及要除垢，把矛头指向了中华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这非常的恶劣他就是当时的东厂委员之一他跟张天钦就是一挂的。其实他来担任这个大法官是相当奇怪。那谁可以当大法官呢？根据司法院组织法的规范第4条，大法官应具有下列资格第一个呢，承认法官15年以上成绩卓著者，他从来没有担任过法官，他一直都在当律师，他也没当过检察官，曾实际执行律师业务25年以上而声誉卓著者。那我就一个疑问他当了律师超过了25年是没错，但是他有声誉卓著吗？其他包括担任教育部审核之合格大学独立专院校专任教授12年以上，讲授法官法第5条第4项锁定主要科目8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简单来讲就是法学者啦第5个呢是给国际法权威学者。第6条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这条真的是超猛的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未来如果赖清德愿意谁有可能被他提名为大法官呢？柯建铭，对不对？他说我在立法院每天都在研究立法我富有政治经验我声誉卓著无敌了，好吧？其实第6条就是开后门给民意代表的啦。你看很奇怪法学教授还要有专门著作搞国际法要当大法官要有专门著作，法学教授他要有专门著作，但是研究法学富政治经验他不用有专门著作我的天哪所以柯建铭是可以担任大法官的，你相信我好不好？所以你说大法官很神吗？别扯淡。